婆婆，我尋晚發咗個夢，見到一條好靚嘅魚啊！佢可以喺海度游，可以喺天上飛，身上有好多好靚嘅藍色、橙色，仲有閃閃發光嘅鱗片。咁我哋而家即刻喐手將佢做出嚟啦。首先將夢境 Ketchup 畫個輪廓出嚟。We upgrade regularly, so please remember to subscribe. 画图可以帮助我们对鱼的身体比例和形状细节有真实的感受。首先，准备白色羊毛絮做鱼身的胚膜，长约20公分，宽度与鱼身长度相等。絮条越厚，形成的鱼身体就会越胖。用铅笔把它卷起来，尽可能紧密的卷起来，这样可以节约后面针砧的时间。从两端往中间收拢。这样收尾可以形成一个两头细、中间粗的密实纺锤形。鱼身的胚膜就做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啊？然后使用浅灰色包裹一层，再用这个浅灰色毛絮把它横向包裹起来。右边反折做鱼头，左边间隙做鱼尾。这样两层纵横交错的毛絮通过针砧将会粘化形成一个整体。鱼身的横截面这个时候是圆形的，后面将会通过针砧使它成为纺锤形。使用单根针扎将轮廓固定，再使用多根针加速粘化。使用米袋做针垫，它可以保留背部的立体弧度。在这过程可以随时拿着画稿核对塑形是否对落。看来尾部要再扎细一些，宁大勿小，多的部位可以这样扎小，但小了就没有办法再次蓬松起来。下面开始铺橙色，在同一个色系里，我们先铺较浅的颜色。两面对称的铺上橙色，使用单根针稀疏的固定好新铺上去的毛絮。因为我们的工艺会有第二步的施粘，现在只需要把色块固定在合适的面积和形状里就可以。铺完橙色，开始铺蓝色。这个蓝色是准备使用3种蓝色里的中间色调。整体而言，鱼的背部通常是最深色的，而鱼的腹部则是最浅色的。同样，用单根针把色块固定，边线尽可能虚化，也就是不同颜色有交融在一起。腹部覆盖一点白色，从水底往上看，鱼的腹部是白色的，隐蔽在发亮的天光中。从天上往下看鱼背，
它是深蓝色的，与海水融为一体，非常聪明的迷彩服哦。然后铺橙色系的深色调褐色。好，下面我们进行第二步，施粘。需要用到一个水盆、肥皂，还有一个双层的网袋。把鱼反套装进网兜里，小心不要移动了里面已经铺好的羊毛絮。涂上肥皂，轻轻的小范围的揉搓网袋。这是一个双层网袋，也就是说它的第一层其实是贴在鱼身上不移动的，第二层是起摩擦起泡作用的。鱼的身体已经由圆柱形变成了纺锤形，现在就可以比较大力的搓它，让羊毛絮更加紧密的纠缠在一起。彩色毛絮片已经与鱼身的胚膜连接在一起了。在整个过程中要注意，尽量保持两头细，中间肚子粗的这个纺锤形。揉搓多的部位会收缩得更厉害，反之则会保持蓬松和鼓起。拿毛巾把鱼吸干水分。这是第一遍的施粘，已经完成了。对比一下设计图的形状。现在开始做鱼鳍、鱼尾。我们可以使用拉菲草这种材料，也可以使用硬纱。这条鱼是准备回赠给爱钓鱼的一位朋友的，估计他会拿来做钥匙串的装饰，所以我使用硬纱这种比较耐用的材料。现在还需要把鱼的颜色细节加工一下。鱼头的部分用少量的深紫灰色，把鳃盖和嘴的形状标示出来。只需要用到很少的毛絮，轻轻的勾勒。毛毡它有一个特点，针扎的越多，它就会越紧缩，所以要逐步均匀的去针粘，不要一下子扎的太多，把鱼的身体某个部位扎凹陷了，就不能再鼓起来了。好，现在给鱼肚添加一些明黄色，很少量就够，丰富一下色感。其实这整条鱼所使用的毛毡材料都相当的少。现在开始做鱼鳍和鱼尾，沿着纱布的经纬线捏着，这样的褶织会更加自然的收拢。鱼鳍的骨刺排列的方向与金沙的经纬纹要相一致。使用绣线把鱼鳍的骨刺表现出来。
深灰紫色线，单股，指针法绣出平行的直线就可以了。末梢要留一点空隙回针。这是绣好绣线的鱼鳍，这是打折后的效果。现在我们把鱼尾多余的长度剪掉，然后把它中间剪开，掏出一个空间，方便我们把薄纱做的鱼尾鳍折叠后塞进去。然后用针扎把它固定。胸鳍部分没有做绣线，按照图纸的位置定位，剪开，塞进已经预先缩皱好的鳍。轻轻针扎封口，不要太大力哦，否则鱼肚子就会凹下去了。大概扎了10次，就把鱼鳍种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如果你喜欢，还可以在鱼鳃附近做一对很小的鱼鳃鳍。细看的时候，它会有点闪光的效果。最后把一层浅蓝色铺在所有颜色上面。这样做的目的是渐变和虚化色块间的边界。把鱼两面沾湿，放进双层网袋里。使用肥皂打起泡沫，局部轻柔地搓一遍。现在可以卷起来，施加压力，加速粘化了。这时局部处理一下所有鱼鳍的部位，使得钳口封闭起来。我用手指尖揉搓鱼鳍的周围，鱼头、鱼背、现在已经看不出刚才剪开的口子了。清洗，把鱼鳍舒展平整。刚才在用网袋搓的时候，它们已经卷起来了。毛巾吸干水分，整理一下形状，用客气，把它大力的推回纺锤形，肚子要鼓一点。这个时候，你真的可以把它当橡皮泥揉来捏去了。不同层的羊毛絮现在已经纠缠在一起，然后让它自然的风干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做装饰的部分，钉珠。
首先，盯鱼的眼睛，从背后入线，藏起线尾，回一针固定好线。从第一个眼睛的位置出针。我们使用了银色的大珠片，加上黑色的小珠片，还有一颗透明的珠子做鱼的眼睛。圆处入针，从对面眼睛的位置出针，要注意对称。好，再来一次。银色珠片、黑珠片、小透明珠子，依序排列，3种材料做眼珠子。从嘴巴入针，一小步针脚入针，再由对面的嘴巴出针。每次入针进去鱼的身体，都要想好身体对面下一颗珠子出现的位置出针。准备在鱼背蓝色区钉一颗蓝色的珠子，原地回针。珠子的位置不需要刻意的排列，疏密有致，混杂用上不同颜色的小珠子。钉完珠子后，我们给鱼鳃盖钉5个珠片。这个珠片是有弧度的，把它反扣着使用，要用5个珠片紧密的排列。也就是说，每一步的针脚是珠片的半径。用手指把它整理排列好。我们并没有同时2面钉珠片，这样方便准确的找到落脚的位置。如果你对钉珠已经很熟悉，就可以2面同时钉。第3个珠片，这是米黄色的蝶形珠片。第4个珠片，凸面朝上。做手工啊，关键就是要放松。只要是自己做的，歪歪扭扭也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在这部片子的末尾，我会给你们看我第一次做这条鱼是什么样子的。好，5个珠片已经钉完。现在我们来给鱼眼睛绣一圈眼线，选一个宝蓝色线。这像我们化妆的时候，眼线能让眼睛更生动有立体感。2股双线，从鱼嘴入针，线头留在外面，以后可以连接其他的配件。这个时候可以2面同时走针了。慢慢的找到最合适的出针位置，不用着急，不圆没关系啊，我也没有绣得很圆啊。有了眼线深浅的对比，会让眼睛看起来更迷人。绣了2针已经很好看了，对吧？
后一针，慢慢找到出针的位置。好啦，眼线画完啦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鱼的教程，请留言告诉我，我会继续做这样的长视频。谢谢观赏陪伴。We upgrade regularly, so please remember to subscribe.